妈，你是谁？我是小宝。啊，小宝，花小宝。是啊，花小宝，花无宝的女人。你是不是认为眼前这个女人是个弑母的恶魔？先别急着回答，因为你看完后会直接震碎你的三观。这是风月大师李翰祥50年前的经典之作，他将人心的贪婪、丑恶和因果报应演绎到了极致。故事发生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，在一个还算安稳的县城里，风韵犹存的凤娘因为给丈夫治病欠下了高利贷，凤娘为了还债，被一个叫三爷的老鸨子和他的婆娘九尾狐盯上了。这对狗男女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假惺惺的来关心凤娘。他们嘴上说着是吃斋念佛的好人，看他们孤儿寡母可怜，才给出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就是让凤娘下海接客。这年头笑贫不笑娼，只要有钱，嘿嘿，到哪儿都是大奶奶。说的是。再说谁天生就落在烟花巷呢？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，不然你怎么办？他们说的天花乱坠，凤娘一个良家妇女哪肯答应？可九尾狐立刻变脸，拿着账本逼债，说什么不还钱就等着利滚利，到时候雪球越滚越大，更还不清。在威逼利诱之下，凤娘被逼上了绝路。为了女儿玉华，她含泪答应了。但九尾狐还有个歹毒的条件，孩子不能留在身边，更不能管她叫妈，不然拢不住客人。就这样，玉华眼睁睁看着妈妈变成了姐姐，自己被送进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，从此母女分离。在学校里，玉华拼命干活，努力学习。她知道自己是吃别人饭的，必须变得有用。她把孤独藏在心里，把影子当成唯一的朋友。她长得越来越好看，但这美貌却让她感到恐惧，因为她知道妈妈就是因为好看才被逼进了火坑。她天真的以为，只要自己做个好人，老天总会开眼的。然而她万万没想到，老天爷没开眼，色狼却开门了。学校里一个姓汪的老师看着玉华的妈妈非常眼熟，仔细的回忆后，他突然想起这不是在环翠阁里见过的姚姐。在一个没人的晚上，这禽兽老师堵住了玉华，用这个秘密威胁他。他说要是这事传出去，对学校名声可不好。玉华伶牙俐齿的反击说，人面兽心的斯文败类比鬼还可怕。可一个弱女子哪是畜生的对手，最终还是惨遭玷污。无奈之下，她只能离开学校，到一家叫风雅楼的饭馆当女招待。可她天生一副冷脸，不懂得搔首弄姿讨好客人。老板娘看她就来气，整天指着鼻子骂她，说她不是来招待客人的，是来奔丧的。老板娘教她，女招待就得放得开。你看那些嫁给银行经理的，哪个不是豁得出去？别捂着半边脸装什么大姑娘。玉华听着这些话，心里直冒凉气。就在这时，前厅传来一阵吵闹，几个地痞流氓嫌菜太咸，故意找茬，把盘子敲得震天响。一个泼皮更是嚣张，说菜咸的像是把卖盐的给打死了。老板娘可不吃他们这一套，坐到桌子上，直接拿起盐罐子，又给他们加了料，让对方把咸菜吃了，不吃就是孙子。这可把一旁的玉华给逗乐了。可这帮地痞不但没生气，还乖乖把那齁咸的菜吃了下去。玉华也开始佩服老板娘的本事，很快玉华也学到了精髓，开始热情地招待客人。就在此时，玉华脸色大变，九尾狐和三爷又找上了门。他们带来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玉华的妈妈凤娘得脏病死了。说着便拿出了一沓厚厚的借据和所谓的丧葬费单子，本金加利息，零零总总算下来将近300大洋。在那个年代，这笔钱足以买下2座四合院。玉华当场就懵了，她不相信母亲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可看着眼前白纸黑字的借据，她百口莫辩，只能任由这2个恶魔摆布，母债女偿，天经地义。于是他就被这对狗男女推进了当年的那个火坑。为了还那笔莫须有的债，玉华成了姚姐，用上了老鸨子给取的新名字花小宝。九尾狐对外宣称花小宝是个女学生，是大画家的关门弟子，还是个没开过包的大姑娘，准备点大蜡烛，吊个大凯子，狠狠赚一笔。窑子里的姐妹告诉她，点大蜡烛就是假扮童女，算好姨妈来的，日子就能蒙混过关。第一个给花小宝点大蜡烛的是个外国客商。有喜有喜，花小宝还以为从此他就能赚钱还债，可同事却告诉他，我当初也不是大姑娘，还不是点过3次大蜡烛。点过3次啊？3交大蜡。到了晚上，三爷不放心，还亲自上门指导工作。紧接着第2个点大蜡烛的是个不太聪明的土财主，由于土财主过于高兴，喝得烂醉，一直到第2天睡醒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当新郎。第3个点大蜡烛的是个80后，事后直接陷入了沉思。这件事情真奇怪，大洋花了我是1000块，昨夜晚我身子骨是更加的坏，狗屁膏药贴了我是1大块，乐地路上擦下擦左擦右擦，擦完了怀，
他就是不把头儿抬，这点点斑斑哪里来？哪里来？到现在，花小宝身上的价值已经被榨干了大半，可他始终有个执念，那就是查清母亲的死因。他问遍了窑子里的姐妹，可知道的人都讳莫如深，唉声叹气，就是不肯说。直到他也因为得罪客人，被降到了3等窑子，才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叫彩凤的姐姐。彩凤是和他母亲一同下海的，他终于从彩凤口中得知了那个惨绝人寰的真相。原来玉华的母亲花五宝确实染上了脏病，可狠毒的九尾狐非但不让他休息治病，反而逼着他继续接客。终于有一天，一个客人发现了花五宝的病，当场大闹起来，说这里是黑店。九尾狐恼羞成怒，觉得花五宝砸了他的招牌，当晚就对他痛下毒手。他命人将花五宝的手脚捆起来，用滚烫的烙铁活活往他身上烫，美其名曰治病。凄厉的惨叫响彻了整个院子，花五宝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奄奄一息。九尾狐以为他死了，骂骂咧咧的嫌他臭了块地，竟让人趁着夜色把还没断气的花五宝装进薄皮棺材，扔到了乱葬岗活埋。彩凤说，抬棺材的时候，他们都听见里面传来花五宝凄厉的呼喊：“我没有死，我没有死。”得知真相的花小宝心里的最后一丝光也熄灭了，他的世界只剩下仇恨的烈火。他不动声色，继续在窑子里迎来送往，仿佛已经麻木。可谁也不知道，一场滔天的复仇正在他心中酝酿。又是一个月影如钩的夜晚，三爷和九尾狐正在大街上寻找新的目标。玉华悄无声息地拿起了屋内的剪刀，然后喊住了九尾狐。妈，九尾狐竟然一时记不清眼前的人是谁。玉华的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，他悠悠地说道：“花小宝，花五宝的女儿。”话音未落，他带着无尽恨意的剪刀就扎向了九尾狐。凄厉的惨叫再次划破夜空，但这一次是仇人的哀嚎。最终玉华被关进了监狱，可他并没有后悔，望着天上的明月，只有为母亲报仇的快意。而花小宝又变回了那个天真的玉华。看到这里，你还认为这个女人是个弑母的恶魔吗？如果是你遭遇玉华相同的遭遇，是拼命反抗还是默默忍受？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